大家好，这里是你们的玄学好朋友娟娟，欢迎来到全知灵媒视角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。说要弄这个主题，说要录影片，我讲了好久，然后终于就是今天终于想到了，然后就终于来做了。然后今天要做的主题是你的守护灵想要跟你说什么？因为我看我收集很多就是粉丝的讯息啊，他们都说就是对自己的守护灵很感兴趣。那我就想做一个主题，就是你的守护灵最想要跟你说什么？这样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选指示物。开始占卜前先看这里。本占卜为大众占卜，请自行选择符合自己的讯息听取。如需要更详细、更符合自身状况的解释，请洽个人占卜。剩下的我懒得念了，你自己暂停看。好，首先是选到第一组Pure 星星的朋友，这一组的朋友，我感觉你们可能守护灵想要跟你们说，要好好注意你的身体，就是你最近感觉睡觉会睡不好啊，然后可能想太多了，这事情太多，然后让你压力很大，然后你会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吧。但是你又觉得说你自己一个人很容易陷入那个牛角尖的回圈里面，所以说，其实守护灵要给你的建议是，就是多亲近大自然，然后多出去走一走啊，逛一逛，然后接受大自然的力量，然后它会给你一些回应，就是也许你不一定感觉得到你的守护灵，但是他会用他的方式告诉你，就是你该怎么做，然后怎么做对你来说是最好的。然后吃你想吃的东西，然后不要顾着减肥。我觉得这组可能有些人在减肥，然后可是你们的减肥方式不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那一种，可能就是节食啊，然后不好好吃饭。那这样长久而言，对你们的状况、身体状况是非常不好的。所以说，对你们而言，就是他们想告诉你的是，好好吃饭，然后好好睡觉，多喝水。这一组的朋友就是感觉身体不太好，或者是说本来原本体质很不错，然后可是遇到一些问题，可能压力啊，或者是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忙碌的事情，那身体状况就会开始变不好，然后而且你可能又不按时吃饭，这样就这组有两个状况，一个是你可能是工作很忙，然后没有按时吃饭，没有运动。然后第二个情况是你在减肥，然后节食过头了。就总而言之，这两个共同的状况就是你们的身体不是很好，对。然后一部分是生理影响心理，然后也有人是心理影响生理，所以你们的身心灵状况目前是有一点问题的，然后需要去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，不然等到真的出状况的时候再去调整，会一是要花很多钱，然后二是你的工作什么都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就赶快去比如说调整一下饮食，调整一下作息，让自己变得健康一点，然后多去亲近大自然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这是第一组的朋友，就是守护灵想要跟你们说的话。选到第二组 Gurun。就是云朵的朋友，你们的守护灵想跟你们说，感觉你们这一组很忙就是可能学业上很多事情，然后或者是说，你要考试了，然后你要，就是我感觉我看到的画面就是你一直在读书，一直在读书，你就是一直在学习这样，那。守护灵想跟你说，就是不要太担心，不要太焦虑，你只要按照你现在的准备方向去做，其实你可以做得很好，就是你的能力是好的，然后你也很有自觉。当然，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明知道死线快要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去做的人，那守护灵也想跟你们说，就是赶快去做，就是
就是总比你什么都没有准备来的好。这样，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就是好好脚踏实地去做，然后你的目标是可以达成的。这样就是你能够达成多少目标，就是看你努力了多少。然后守护灵想说就是他会好好的就是帮助你，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啊，不要遇到太多的困难。这样，如果是说这一组不是学生，也没有准备考试的话，我觉得是工作上可能你们会遇到一些新的状况，或是新的客户啊，就是你没有对接过的那一种，它会有一个有点像是关卡，新的关卡对你来说，你会被迫接触一些你没有接触过的东西，但我觉得这是对你而言是个机会，然后你要好好去把握他们啊，然后不要太就是固步自封，应该这样吗？就是你要好好的去把握啊，好好的去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这个挑战的机会。因为它其实不是想要有就有的，有些人可能想要有，可是还没有办法做到。就是你能够走到这里，一部分是运气好，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你们能力很好。就是这一组的人的共同特质就是你们的能力很好，可是有没有努力就是另外一回事。这样，那有努力当然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是没有努力，当然你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，只是说不要因为这样就侥幸，因为运气不会永远都站在你这里，机会只会留给准备好的人。这样，所以时时刻刻要去打磨自己的能力啊，然后好好的计划自己之后要走的路。这样，我想一下他还有什么要跟你说的。就是不管你这一组的人你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都一样，就是他想跟你说，就是玩的时候就玩，然后工作考试读书的时候就好好做那件事，就你不要在玩的时候你还想着就是你要准备考试啊，你要工作啊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你不要把两件事情都就是缠在一起，这样你就是休息的时候你没有好好休息，然后工作的时候你也不能好好工作，因为你就是没有休息好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到你该做的那件事情。所以休息很重要，读书也很重要，就是或是工作也很重要，这样就是两个是分开的哦，要把它分开，不然你会容易出现就是事倍功半的那个感觉。就是这是给第二组的人的讯息，然后再来是选择第三组哈女，就是天空的朋友。这一组的人守护灵想跟你们说的是，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每一天都很开心。就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就是你们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啊，然后你们会去有时候会有一点委曲求全，你会有一点想要去就是match 别人，就是别人说什么，然后你就说好啊，我也这样觉得。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那么愿意做这件事情，或者是说其实你也没有不要，只是说你觉得其实有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去完成这个东西。但是你常常会因为就是迫于就是人情压力，或者是说你不太会拒绝别人，然后你就会去接受那些东西，可是长久下来，这其实对你自己本身是不好的，就是你有一点压抑。然后，他想要跟你说的是，就是你要开心，然后你要有什么话就要说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你要去看别人脸色啊，每个人都互相看别人脸色嘛。但是该说的话还是要讲。就是你可以委婉的说，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讲，然后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你不开心，就是你不喜欢的时候，你自己也会觉得啊，我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事情是有讨论空间的，所以你这一组的人，你可能要去多多思考一下你跟周围的人的那种相处模式啊，就是你该讲的要讲，然后不要压抑自己。你要好好的去跟别人沟通，然后
然后要开心。这组的人真的就是一直在跟你们说要开心，你就是不要一直觉得说人生啊就是一直要听别人的话，这样不要一直这样想，就是你就是在自己能够开心的范围内，你就是尽量做到让自己很开心啊，然后每天都就是当然不可能没有烦恼，只是说让自己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在意那么多不关你的事情的事，这样我觉得只要做到这样的话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因为你们这组的人就是心思还蛮细腻的，对，然后你们就比较容易就是被别人影响情绪啊，然后容易会就是顾虑这个顾虑那个，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妈妈性格，然后你就会有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去做，那别人会做吗？然后你就会这件事情有可能不关你的事，但是你还是会去就去跟他们一起去做了，或者是帮别人做了别的事，你承担太多你不应该承担的东西，这样，所以你的守护灵就跟你说，就是你要开心，然后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然后做自己让自己可以开心的事，然后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的事。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帮别人也是就是在帮我自己啊，就是让我自己变更好啊，就是给我自己一点机会啊，但是能者多劳并不是能者过劳，你不要去有点像僭越了，你有点就是在做别人的事了，这样对你自己而言其实是一种消耗，对，所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好，就不要一直去觉得说我能够为别人做什么。其实你已经为别人做很多了，就是因为你为别人做很多，所以我才会跟你说，你不要再去想你能够帮别人做什么，而是你要自己为自己做一点打算，这样，这就是第三组人的讯息，就是守护灵跟你们说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吃好吃的，然后睡好好，这样，这就是你们的讯息。好，再来是选择第四组的朋友阿青，就是早晨的朋友。这一组守护灵想要告诉你们的讯息是，好好的整理一下你自己身边的所有东西，比如说整理房间，你的房间是不是很久没有整理了？就是有一种很杂乱的感觉。然后该丢掉的东西要丢掉，然后适度的断舍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组的人可能有一点念旧啊，然后有一点可能囤物症，是不知道有没有到这种程度，但是个别情况吧，有些人可能是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说你除了这点之外，我觉得还有就是你身边的那些人际关系啊，然后有一些关系确实是已经让你觉得有点疲累了，那些东西就是会让你的精神变得不是很好。就是你要想每个人的感情都是一样多的，或者是可能有人比较多啦，我不知道。但就是你在一定的量里面，你要分摊多少能量去给这个人，给那个人这样。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很明显，就是你其实跟他待在一起，你不会得到什么比较好的，就是比较好的地方，就是比如说物质上好处，或者是情感上的依赖的这种，就是都不是。它就只是单纯在消耗你的情感。那我觉得这样的关系你要适度的去整理一下，就是守护灵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整理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部分的人，一小部分人，但不是很多，有一小部分人是要好好理财，因为你钱用的大手大脚的，然后有一点怎么讲？就是月光族嘛，带来这种感觉。然后，可是你每天都一直在说好想存钱哦，我要存钱买什么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就是很想就是去什么地方啊，出国啊，但是你就是没有在存钱啊，那你怎么出国？然后，所以就是这组的人有一部分就是可能是要注意理财的部分，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多，主要大部分可能90%的人还是那种你可能需要好好整理你的人际关系，还有你的房间。我觉得，很在意人际关系的人，我觉得啦，往往越在意人际关系的
人，他的房间会有越多就是别人送的礼物啊，然后别人送的卡片啊，可能你们都会有收集什么信啊，然后卡片啊，然后别人送的礼物啊，然后就是一些纪念品之类的，因为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东西，但它累积久了，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就是比如回忆是一个行李，那你有很多的回忆，你就会一直背着，一直背着，一直背着，那背到后来你自己你会觉得很累啊，因为你觉得很重，然后你也很难再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了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，有些事情你如果忘记了，那是好的，就是你不要强迫自己想起来，因为，遗忘大概是我们最好的一种能力吧。我觉得遗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然后，所以就是这组的人，就是要好好的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周围，就是你这个人本身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整理一下。就是可以要不然就是守护灵会觉得说啊，你就是一直自己承担太多啊，你很辛苦啊。就是你这组的人可能也是跟前一组有一点像，就是你们会选择很多事情是自己默默的藏在心里，然后你们不会表达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好好的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然后整理一下那些情感上的东西，就不一定是说恋爱哦，就是任何关系都是，比如朋友啊，然后同事啊、家人都一样，就是好好的去重新定位你身边的人的关系，对你来说应该会是比较好的，大概是这样。这就是第4组人的讯息。